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动态抽奖，正在抽送一台 Redmi K20 Pro， 听说3连本视频中奖率翻100倍。红米 Redmi K20 Pro。其实提到红米这2个字，这个廉价千元机这2个固有印象很难从我们的脑海之中抛离出去。除了和红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卖千元机、极致性价比手机的市场定位之外，一直强调的极致性价比这个标签，也确实深入人心了，也很难让我们对小米的这个新的子品牌有一些什么额外的遐想。但是今年 Redmi 彻底独立之后，一款独立品牌绝对要有一个自己的当家旗舰，这就应运而生了 K20 Pro。其实，在品牌战略上也非常明显，小米并不想让红米一直委身在自己的大哥之下，一直在卖一些廉价的千元机，也能像华为的荣耀一样彻底独立开，有自己的品牌属性，完全自己打出一片天地，而且保持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价比。注意，这儿可不是廉价啊。那么一个品牌的旗舰既要强调旗舰属性，又要强调性价比，而且这次的 K20 Pro 发布之后口碑不错，价格的预期上可能要稍微的高出心理预期那么一点。那么它实际体验怎么样？还有就是既然强调性价比，有哪些阉割？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不客观真体验 K20 Pro。开始之前多说一句，记得点赞、收藏、投硬币3连本视频，感谢。今年618二手也疯狂，小白优品微信商城9号开始连续10天领券大优惠，魅族16S 到手价2399，三星 S10 Plus 到手价4999，1加 6T 8加 128G 到手价1999，华为 Mate 20到手价2599，回收也可以得无门槛代金券，赶紧扫码上车。K20 Pro 这次的 ID 设计应该是大多人最想要的那种真全面屏，无刘海、无挖孔升降摄像头， 3D 玻璃后盖屏下指纹识别，以及人见人爱的 3.5 耳机孔。不过贝壳玻璃的纹理有那么些与众不同，既不是华为系的渐变色，也不是米9那种隐约的彩虹纹，而是一种不规则的，官方称之为魅动火焰纹的纹理效果，配合渐变的黑色，确实有那么点妖娆，非常炫酷的感觉。但是和其他旗舰相比，这种太过于花哨的设计缺乏了那么点高级感，或者说是品质感，也导致这次的后背 ID 设计分为2个极端。有些人像前面说的，觉得它很炫酷，张牙舞爪，非常张扬，但是应该也有很多用户和狗蛋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它有点农业重金属、乡村 disco， 有那么一股子土味儿。当然了，好不好看这个见仁见智，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你觉得 K20 Pro 的后背 ID 是炫酷还是非主流呢？可以走一波弹幕。细节处理上 K20 Pro 自然还是保留了屏幕的塑料支架，不过和中框过渡自然，并没有出现硌手等问题。贝壳玻璃和中框的处理也很到位，未见明显的公差和缝隙。红外功能这次并没有保留，官方表示是因为保留了 3.5 耳机孔，以及采用了升降摄像头的设计，塞不下红外了，也算是采取了升降摄像头的一个小妥协。而前摄升起的时候和 X27 一样有 LED 灯效，并且在前摄的顶部设有一个小圆圈，用来代替之前的呼吸灯。不过这个位置在日常使用中很难被看到，基本起不到什么提醒的作用。同样是由于升降结构占用了大量的主板空间， SIM 卡槽被挪到了底部，卡针和麦克风位置较远，倒也不用担心捅错的问题。但是底部这些开孔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太过随意了？先不说居中的问题，这都基本不在一条线上。相比之下，更便宜的 K3 底部都没有这个问题。K20 Pro 作为一台 Redmi 的旗舰，我们觉得这个有点太过随意。手感方面，毕竟是升降摄像头的手机，厚度上自然是薄不起来，8.8毫米，厚实的手感自然是没得跑了。同时接近200克的重量，坠手的问题自然也无法避免，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锻炼。和小米9相比，自然败在了重量上，没有小米9整体使用起来那么舒服。屏幕方面，这次 K20 Pro 使用了一块和小米9一样的三星 AMOLED 屏幕，参数方面完全一致，同样是2340×1080 403 PPI， 也用相同的 VD1 低亮光护眼认证。亮度方面，手动最大亮度383尼特，同屏下最大亮度差17尼特，和小米9表现一致。峰值亮度536尼特，依然是顶着大太阳拍样张，也没有什么问题。而在150尼特固定同屏最大亮度差中， K20 Pro 开启和关闭 DC 调光亮度差为6尼特左右，和小米9以及16S
保持同一水平标准的第一梯队。专业参数方面 ，K20 Pro 和小米9一样支持标准、增强和智能3种色彩模式。标准和增强模式下分别支持125%的 sRGB 和99.9%的 P3 广色域，自适应下和增强模式则基本一致，支持99.4%的 P3 广色域。但是在色准表现方面不佳，和小米9相比欠缺调教。实际测试结果，标准模式下表现最佳，平均 Delta-E 4.0， 最大 6.5； 增强模式和自然模式依然保持一致，平均 Delta-E 4.1， 最大 8.4， 稍微有一点高。还有一个自然是 K20 Pro 宣称的纯硬件 DC 调光方案。根据红米官方的科普介绍， K20 Pro 所谓的纯硬件 DC， 简单的理解就是将算法做在了驱动芯片内，而非通过 SoC 进行实时计算，所以自称为硬件 DC。 从实际结果来看，低亮度下的灰阶断层表现确实不错，仅有轻微的断层问题，和黑鲨2对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也没有和小米9拉开什么差距，对于日常的使用而言基本是没什么影响。性能方面，作为红米性价比系列的首款855旗舰，性能表现也是一个重点。跑分上，娱乐兔37万符合855的普遍水准 ，Geekbench 4跑分和其他855不分上下，但是在 3D Mark 上表现稍弱，要低于普遍的855水准。20款硬两轮打开上 ，K20 Pro 毕竟是一款旗舰产品，表现不错。凭借100秒位列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第6名，但是刹后台的问题比较严重，3轮测试中均出现了刹后台的情况。我们手里这一台是8G 的版本，出现这个问题确实不应该。主流游戏测试环节，性能模式下的极限帧率 HDR 画质和平精英，实际表现自然毫无压力，帧率曲线非常平顺，平均帧率波动只有 0.9 帧，和1+7打个平手。不过在调度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小 bug， 大核全程满频运行，中小核倒是一切正常，和其他旗舰表现正好相反。但是你可以通过重启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你觉得手机发热比较严重，或许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正常调度的情况下，性能模式依然是破解画质的和平精英。K20 Pro 温控表现出色，正面最高 44.6 摄氏度，背部 44.7 摄氏度，和1+7表现接近，优于小米9的温控表现。感情还是 KO 我们自己啊。电池续航方面，毕竟逼近了200克的4两大关，4000毫安时的电池必不可少。小白测评3小时续航测试 ，K20 Pro 剩余电量 72%， 和红米 Note 7 Pro 保持一致，优于我们重新测试结果为 67% 的小米9。5小时续航测试的表现也还不错，剩余电量 33%， 位列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第13名，吊打小米95小时剩余的 16%。综合来看，这个续航成绩表现可圈可点，日常使用中应该没什么问题。考虑到硬件方面，无论是屏幕、SoC 还是其他参数 ，K20 Pro 其实和小米9基本持平，唯独在电池方面有700毫安时的差距。小米9在续航上优化的空间依然不小。快充方面 ，K20 Pro 也并没有妥协，直接和小米9使用了完全一致的高通 SMB1390电荷梦 IC， 最高支持27瓦的充电功率。不过由于成本的考量 ，K20 Pro 只标配了祖传18瓦 QC 3.0 充电器。考虑到目前官方只需要加20块钱就可以获得一个27瓦的快充头，如果你要购买这台机器，我们也推荐大家加20块钱购买这个充电头。我们使用小米9的27瓦快充头 ，K20 Pro 半小时充到 56%， 充满耗时73分钟，仅和小米9相差14分钟。原装18瓦其实表现也还不错，充满耗时84分钟。不过这20块钱带来的体验升级，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只是官方并没有作为标配啊，算是一个小遗憾。可能红米真的就差这20块钱。相机方面，主摄 IMX586 主流的主长广3摄方案，硬件方面和小米9 SE 同款，和小米9相比，在2个副摄上有缩减，当然也没有加入光学防抖。那不废话，还是红米的真旗舰，我们自然要对比一下更强的机型，魅族 16S 1+7 以及 DxO 111分的1+7 Pro。不废话，我们直接看洋章。首先在光线充足的白天 ，K20 Pro 表现不错，和另外3台手机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在自动 HDR 下，宽容度的表现甚至要好于1+7和1+7 Pro， 和 16S 基本持平，而 16S 依然凭借着更高一些的曝光，在光感上要更好一些。而在大逆光的场景下 ，K20 Pro 的 HDR 则是有些不稳，即便是选择了中心曝光，有时候依然无法自动开启 HDR， 并且手动开启 HDR 之后还出现了颜色饱和过度的问题，没有另外3台手机来的自然，不过也算是别有风味吧。但是在拍摄实物的时候 ，K20 Pro 却表现写实，完全没有了提高饱和度的痕迹，4台手机中显得差了那么点味道。解析力方面 ，16S 和 K20 Pro 基本一致，都有着较重的锐化痕迹。16S 则是有一些涂抹，而 K20 Pro 则是在亮度、噪点控制上表现不佳。1+7和1+7 Pro 纯净度不错，但是在细节上有所丢失。
长焦下 K20 Pro 的800万2倍光学变焦，实际解析力上稍弱于1加7 Pro， 而 16S 表现不佳，要弱于 K20 Pro， 1加7并没有长焦成功垫底。广角方面 ，K20 Pro 124.8度的视角自然也要大于1加7 Pro， 并且在白平衡表现上要更加出色，没有7 Pro 上广角和主摄白平衡有明显差异的问题。而到了光线复杂的室内场景 ，K20 Pro 表现出乎意料，发挥稳定，无论是白平衡还是高光压制，还是在色彩表现上和 16S 可以说不分胜负。不过在暖光下 ，K20 Pro 的白平衡有那么些矫枉过正。16S 的发挥更加符合肉眼的效果，1加7和7 Pro 则是整体偏暖，白平衡少有不佳。到了夜景环节，4台手机的默认模式下依然是表现差距不大，毕竟都是 MX586， 表现一样倒也可以理解。开启了夜景模式之后，各家都不是太稳定啊，不是一会儿你黄就是一会儿我黄。K20 Pro 还出现了一些合成失败的问题，在这组样张之中，右上角的灯箱出现了明显模糊的问题，但是画面中央的灯箱并没有出现模糊的现象。综合来看 ，K20 Pro 这一次确实有一些超出我们的预期，和其他品牌的旗舰相比，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差距，表现可以说非常不错，而且还要更加稳定一些，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惊喜。而且主长广摄像头的加入，也让 K20 Pro 在拍摄上又有更多的可玩性，在这个价位段之中是不可多得的。到这里，其实 K20 Pro 都有一些超出我们的预期。毕竟作为红米的性价比旗舰，极致性价比这个标签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啊。除了硬件理所应当的堆料之外，在软件方面表现确实并不落后。比如在相机环节，我们真的是没想到。不过它毕竟是一款性价比的旗舰手机，堆料之外必然的成本控制也必然存在着一些妥协和限制。双扬声器的缺失并没有使用线性马达，而是最普通的转子马达，也并没有无线充电，都让 K20 Pro 欠缺一点旗舰机的属性。毕竟双扬声器、线性马达都可以说是用了回不去的体验。而在其他方面的妥协和阉割，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吧。和小米9相比的话 ，K20 Pro 不支持4x4 MIMO 天线，在频段上阉割了 FDD 的 B2、B4、B12、B17，WCDMA 的 B4， 两个副摄有所缩减，不支持红外遥控，以及外观方面使用了第5代的大猩猩玻璃，贝壳并非全曲面，而是普通的 3D 热弯玻璃。而 K20 Pro 也有更好的一面，比如说散热设计，一些人看了更为喜欢的真全面屏设计和升降摄像头， 3.5毫米耳机孔的保留，独立的音频芯片 WCD9340啊，虽然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啊，以及最后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比小米9更加便宜。红米的 K20 系列听这个名字好像是冲着荣耀20去的但是它并没有 KO 掉小米9，也没有 KO 掉其他品牌的旗舰手机。K20 Pro 表现得很均衡，但是价格所限，其实它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就像小米9我们那期的总结一样， K20 Pro 也都是成熟并且量产过的工艺集合体。 Redmi 骨子里的小米基因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 K20 Pro 更像是另外一个变种款的小米9只是红米的品牌定位太过深入人心了之前都是太过平庸和太过廉价的机器，让用户们对价格的预期有着更加极致的追求1999是吧？一开始发布会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也是 K20 Pro 发布之后雷军微博被攻陷的主要原因。其实如果换一个品牌，是别的大厂发布这款旗舰，那么大家又会怎么看待 K20 Pro 呢？在这个 OV 都在蚕食线上市场攻打性价比手机市场的时候在这个 iQOO、realme 各种全新品牌的围攻之下，除了需要反攻线下和高端市场之外，小米更需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站位，防御反击。如果 K20 Pro 改名叫小米 9T 或者是小米 9S 你觉得整个的舆论又会变成什么样？OK， 这一期的 K20 Pro 全面测评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们在那儿和你聊天。我们的小白有品商城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与我们互动即可。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K20 Pro 这几个关键字获取即可。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下期荣耀20 Pro 1加7。